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前次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董志森，是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岳成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是前空军副司令张衍廷将军。前子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美伊是不是又要开打了呢？因为包括您看到当地有居民说，可以听到交战声。伊朗的首都防空系统深夜突然开火了，不过伊朗这边的说法是因为他们在德黑兰以及其他的城市上空侦测到多架微型的无人机他们就要拦截它。那现在呢，威胁已经消除了，那无人机是谁发射的？谁过来的？谁派过来的呢？现在并不知道那我们看到呢，包括伊朗这边的通讯社说，部分被发现的无人机是叫做 Orbit 型号这个是以色列航空公司的一个小型的自杀式或者是侦察型的无人机，所以言下之意是他们怀疑有没有可能是以色列做的攻击行动呢？可是以军否认，他说没有，他们没有做这个无人机，不是他们发射的。而另外我们看到包括现在呢外交上面的沟通看起来没有什么很大的进展，所以伊朗这边的说法是包括电厂、油气设施还有一些军政要员遭袭等多种状况，他们可能都会做。那是什么意思？对等回应。他说我们基于对等回应的原则，针对美国以及他们的盟友的各种类型的袭击他们有一套清单，这个是他们的反击的目标清单。如果真的这样做，那这个事情就会越来越糟这个和平之日恐怕就遥遥无期了。包括英国的情报部门有一个报告，他说现在伊朗采用了俄罗斯的低空无人机战术，因为过去这个无人机它可能在高一点的地方或是低一点的地方作战嘛。那现在呢，英国是说他们认为在无人机作战方面，伊朗无人机的部署高度显著降低了，比过去低很多所以呢，提高了它在作战场景中的效能。所以呢，西方媒体或者西方国家大概一直认为伊朗的背后有人在指导，有高人在指点。那我们再来看看布希号已经驶入印度洋了。我们看到美军是重兵压境对象当然就是伊朗那有26艘的军舰现在在周遭部署。我们来看看，包括林肯号现在在阿拉伯海，福特号在红海，那布希号现在在印度洋这是3艘航母战斗群。那另外当然有非常多的军舰包括在印度洋有7艘。那另外呢，周边整个包围大概有26艘的美舰部署规划，显示美军持续在强化这个区域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这个美军当然是大军压境，可是他们漂洋过海来到这个地方做一个威吓，做一个可能规划要作战，里头人员很多的心理素质现在看起来陆陆续续发生一些状况。包括这个报道是这样讲，有一名美国水兵在前往荷姆兹海峡的途中说他被猴子袭击所以呢迫使他的行程他就没有办法赶过去了。可这理由听起来非常瞎所以这是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军官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怪事经常发生这绝对是在一个完全未知的状况。因为你这些士兵小兵跟你回报说我没有办法过去我被袭击了，被猴子袭击了。那下次会不会说我被小狗咬到了，就很怪那我们可以看到包括过去呢有好几起这个船只战舰离奇起火厕所怎么被堵住啦，洗衣房如何像这些事情非常的多。所以显示是不是这些美军在前线在备战的时候产生了一些心理的压力呢？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到底有多少美军在这场战争中伤亡呢？这个数字外界认为恐怕有一些隐瞒或是低估根据五角大厦的统计数据，周一有一个数据，它有说大概是428个人在这场战斗中这个伤亡。可是礼拜二呢，没有收到美国陆军部公开评论的情况下，突然这个数据下调了，这个就很怪
哦，这个总数变成413人，因为通常你受伤一定是往上叠加嘛，不管是战斗，不管是意外事故，会往上叠加，你会下修矫正回归，这个就有点怪哦。所以外界就是认为说，是不是有可能隐瞒真正的伤亡人数？媒体报道五角大厦隐瞒美军在伊朗战争中的伤亡人数，有证据说可能外界预估多达750名美军伤亡。而另外呢，美伊战争一拖再拖，川普被记者问了，他的回答很尴尬，我们来听听看。 We have no pressure. It's only guys like you with a question like that about what's your time. We've been doing it for 5.5 weeks. But sir, is your administration 8 weeks that the U.S. now has been involved with Iran? You had initially said it would be 4 to 6 weeks. Well, I and hope it would be that, but I over. also took a little break. I gave them a break, and 他说：“我稍微休息一下，他可能有点招架不住了啦。”这个记者一直不断的问他，所以我们来问问看，将军你怎么看这场战争到这个节点了？我认为因为伊朗跟美国之间呢没有互信，没有互信也就没有办法达成共识，彼此双方所开出的条件呢完全没有交集，那大家准备备战。那美国调兵遣将，因为美国补给线毕竟长，靠海上运补慢。所以他用西腰拐空中霸王之后从事空中运输，但是空中运输的量就会比海运要来得慢，来得快，但是量来得小。你大概一艘军舰，你要去装那些武器弹药，装得多，你在空中那个战机，那就是这些运输机就装的就少了。但是它可能要靠架速，但是问题是空中腰拐它的这个架次有多少，能够运到多少的量，然后恢复到战前的水准，我认为这方面是有困难。但是这个伊朗它是就地增补，就地来战备，那它有就地的优势，可以以逸待劳。所以一般来讲，增补的速度，伊朗超过美军，美军毕竟是靠空中运输，毕竟数量上是有限。那看看双方都在调兵遣将，那互信机制又没有，那这种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我认为是很高的。那现在来看呢？现在伊朗已经列出报复清单，换句话说，就伊朗的角色跟他的这个战略判断来看，美军跟以色列会动手。你要动手，我把报复的清单都列出来，要打 AI 的，要打这些资讯中心的。如果这些都是高价的目标、高科技的目标，甚至对海底电缆也要实施破坏，让他们这个海底的这个能够跟对外的这方面的联络实施中断。那他有很多方方面面这方面的这种做法，换句话说，伊朗在这方面他是有备，他先放话，换句话说，也就是对美国发出警告，也会造成美军重大的这些资讯还有作战装备的损害。但是我们先来看无人机，现在无人机有经过在乌克兰战场的验证，蛮有效的。那现在有效了，现在无人机不能高飞。你高飞留的时间久，你低飞一下就过去了。OK， 你高飞的状况之下，很容易被雷达看到，预警时间就够了。你一低飞，预警时间很短，等到发现的时候已经很近了，然后一下就过去了，因为高度低，所以它可以设定高度，我不要飞得高，我把高度调低之后呢，这个方面在战术应用所能够达成率就会高，所以他们也在做调整啊。那现在它就要设定里面那个 IC 的晶片，它设定非常的高度，就固定在那个绝对高度，因为地表高度会有高高低低，那我就飞的绝对高度嘛。比如说你设定的是200公尺，就是200公尺一下就过去了。那如果飞到800公尺到1000公尺，那留空时间久，很容易被这个防空炮火击落。所以他们也在做一个战术的调整。那伊朗的优势在哪里？我们讲的导弹跟无人机，那尤其它无人机嘛，那都在山洞这个无人机的机库里面啊，所以。在上一阶段的这个方面的战力保存，那伊朗在这一方面所受到的战损，没有像美国那么讲的那么严重。川普说，他几乎伊朗在海空战力几乎都没有了，所有的这些重要的这个基地阵地已经被破坏了。其实没有，因为在山洞机库里面。所以我们这样来看的话，伊朗是有些是有备而来，而且他已经有这革命卫队啊，有讲说已经提升到100%的战备状态，就是说战争随时爆发。换句话说，我认为他们在这一方面杯弓蛇影的这种气氛，风声鹤唳的这种气氛，我认为是蛮强的，也就是随时都会有爆发的可能。那我们现在看这一个
双方都在为下一波的战争做准备。那有没有可以缓冲的空间呢？我认为双方都不会放弃，因为美军在这一方面弹药的补充上面是有稍显不够。那我认为缓冲的空间呢，缓冲是时间的延后，并不是说战争不会爆发，是一个时间的递延。我认为会这样，为什么时间的递延是争取战力恢复到更高的状态？是为了这个状况，还是为了作战？只是时间向后递延，所以感觉到2个礼拜结束了，这个为什么没有爆发冲突？因为准备不够。我认为可能因为站在以色列的立场，以色列一定会怂恿美国在这一方面对伊朗还是要采取硬手段，而不是走向谈的手段，希望能够跟伊朗做更大的摧毁。这是以色列啊，那美国人受以色列这方面的影响，所以我认为这个方面的气氛还是很紧张。是我们来请教老师赖老师。我们看到这个无人机哦，因为来路不明嘛，而且很明显的并不是攻击型的无人机啊。到底是不是侦察机也都是被怀疑的啊？对，也就是说它的效能并没有像军规的那么的高，那么的强啊。所以我们看到伊朗是有节制的，虽然把它打下来了，但是伊朗并没有升高啊，马上就对于他认为是美军或者是以色列，马上就进行反击，没有。那这代表什么？代表都有节制，也就是说，伊朗在判断这个会不会是美国所做，看起来不像，因为美国的无人机不会用档次那么低的，那不会是美国，所以不是美国就排除。那我们来看看以色列，以色列基本上有没有需要用到无人机？这基本上也不太需要，因为以色列的战斗机、战轰机或者轰炸机或者是导弹，它事实上贴的伊朗不会太远啊，所以它基本上可以遂行它的任务。那有没有必要用这种侦察的无人机？可能性也比较低的情形下，我们看到在伊朗的判断中，应该有可能是有一些野心人士，或是以色列的一些极右翼，想要再挑起这个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战争或者冲突，然后引爆美国跟伊朗之间的矛盾跟摩擦。那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伊朗很有节制，也没有表达强烈的抗议或者反对，但是有马上把它击落。我想这个是代表双方都有在节制中，看看有没有机会进入谈判。那双方有没有机会进入谈判？可是双方也都在准备备战。美国把3个航母拉过来，可是坦白说，放在红海的这个福特舰这个航母，它很难形成战斗力，因为航母的舰载机的作战半径不会超过1000公里，很难。一般来讲，在650公里就不错了啊。能够到1000公里的，坦白说是很罕见。更何况，福特舰的这个电磁弹射没有办法把它的隐身战机 F-35弹出去，所以一定是常规的 F-16、F-15或是 F-18的这种战斗机。那它的作战半径又被限缩了以后，基本上来说，福特舰产生的功能不大。那因此能产生功能的就是林肯号的航母战斗群跟布什号的航母战斗群。这样的情况就能够把这个伊朗让它被威慑到了，害怕了，然后就屈服就投降。我想这个可能效果不会想象中那么大，所以美国摆出这个阵势，美国摆出这个架势，基本上不会让伊朗屈服。那问题就来了，伊朗在还没有打之前，也就是说下一轮战争还没有再打之前，他已经放出他的底线了，也就是他是针对性的攻击了。这个针对性的攻击就看你川普你信还是不信，你不信你就开打，那你就看我会不会按照我所承诺的来打。但是如果你信了，那我们就进入谈判，那彼此之间看能不能谈出一个好的结果来。那谈判有没有讯号？有，因为伊朗驻俄罗斯的大使，这很有趣哦，是由俄罗斯的大使出来讲有关于美伊谈判的可能性。那他谈到说，由于美国没有认真的对待这一次的谈判，所以到目前为止谈不出来。但是他已经把条件开出来了，这个条件跟之前的一模一样，也就是完全没有退缩。那换言之，也就是说，如果美国愿意重新启动这个谈判的话，那等于是3个条件要先符合，那他们才会进入谈判。这个期限就是川普所说的26号了。对，那26号如果美伊恢复谈判，那是不是双方已经把前提都已经谈好了？那彼此之间顾及颜面，
不过我题外话讲一个，伊朗这次的针对性的反击其实是蛮硬的哦，也就是您讲的那6件的反击，有一个是包括国家恐怖主义，对，所以我觉得美国要小心一点。对，因为包括这个，因为他自己本身一些领导阶层都被狙杀了，对，就是全部都被灭了。他说他们要反击也是朝这个方向。对，来，董哥，这国家恐怖主义就是你美国人在世界任何地方，我们就会派人去杀你，对，你根本没办法理由，是啊，你出去了你就防不胜防嘛，这其实是非常可怕的一招啊。但是你可以看到，其实川普你可以看到他跟记者。然后被记者呛，就说我要休息觉得非常狼狈。川普现在狼狈到这种地步，他以前还会跟记者强词夺理一下，现在连这样的精神都没有。为什么？记者说，你说4到6个月，现在6周，现在已经8周了，那讲不出话来那其实非常尴尬，非常尴尬。就是4月20号大法官要求他退1660亿美元那大家也开始退，川普也是很生气，谁去退我就要找谁算账。这你有时候看他已经现在进退维谷了，可是最主要就是因为他没有想到陷入伊朗战争这个泥淖，那这个泥淖里面应该就快要开始打了。各位朋友，你想一想，有个日期很重要，5月14他要跟习近平会面，会面之前他这个战场一定要清理，剩多久了？剩20天，所以现在赶快说要集结要干嘛？其实这个其实非常困难的啦。大家都知道美国的困难，为什么？因为他很多后援的补给不上嘛，他就是补给他等于说到这么远的地方去打仗，你最后打赢了又怎么样？那问题这个国家那么大，你没有办法派地面部队去占领，你也不能叫做赢啊。你只是说我把他炸得很厉害，他也不可能投降因为大家看到整个伊朗的这个情况，所以这个日期就给川普一个很大的压力他现在到处讲的话，又大家没有办法相信。各位朋友，你知道吗？就我们在讲这个战争之前，不是俄乌战争吗？俄国现在可是好整以暇今天俄国的外交部自己宣布了，我们接受美国邀请我们参加G20在佛罗里达州，日期也定了12月14号，我们的普丁总统会去。各位朋友，你可以看到，这个已经让整个世界都颠覆了。为什么？这些战争老是打不完，然后一个接一个都跟美国都有关系，所以那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一些动作，就是美国在补给，用一个方式在拖延所以我们来谈然后同时也给以色列提供一些新的武器，因为以色列毕竟靠伊朗比较近，他也被他的铁穹计划里面很多已经防不住了，也被炸得非常惨因为没有爱国者飞弹又打得越打越少，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拖延就是为了装备的补齐。那伊朗我觉得他自己也很清楚对他最有利的就是刚刚讲那些，然后荷姆兹海峡把它围住的话，你就拿我没办法。这就是川普现在骑虎难下的没错，这个董哥讲的一点都没有错。现在荷姆兹海峡对伊朗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武器，所以你看他最近做了什么？他释出扣船影片。他说：“你美军可以登船，可以突击一些油轮呐，突击一些商船呐，扣押船只，我也可以啊。所以您透过我们画面可以看到，这是伊朗的革命卫队武装的这一些军人，蒙面的突击队员，在荷姆兹海峡扣押2艘货船的过程。”那伊朗方面把这个过程全部透过影片给公开。那另外呢，我们现在并不知道这2艘货轮是哪一国的国籍只知道说他们有去登船，有去扣押一些商船。分析人士说，这是伊朗对美国采取的报复行动，而且其中一艘与亿万富翁航运的家族有关。那这个家族呢，跟川普还有马克宏有关联，哇，这个扯的就比较广这个可能会这个影响到非常多的人。那另外我们说到60天大限，这什么意思？因为美国的战争权利法有说它有载明，如果没有经过国会授权的战争，你最多就是60天，你60天内就得结束了。那美伊战争是228那天开始的，到4月28，你就是时间到了所以川普下令美军说，荷姆兹海峡的布雷船，你一律把它给击沉，不需要犹豫不管大小都给我击沉。
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美军说在印度洋拦截了一艘邮轮，这是伊朗的邮轮哦。那它违规驶往中国的舟山哦。那当然，大家就会问说，印度洋离这个中东这个区域还蛮远的啊，你怎么把人家给拦下来了呀？可是他说，这个没有办法，因为他是违规哦。这是五角大厦他释出的影片，说这是美军在印度洋拦截一艘正从伊朗运送石油受到制裁的无国籍邮轮。这是美国最近第2次在印太海域拦截跟伊朗相关的邮轮。他就说你受到制裁啊，你不可以运出去啊，像是这样子。那我们看到呢，包括赫姆兹已经变成金鸡母了。伊朗的国会议员说，这个通行费啊，第一波已经入账了，已经到我们央行了。所以以后呢，他会不会收钱收上瘾了？这个地方就被他给控制住了呢？看起来不无可能。不过我们再来看看红海的这个航道美国现在说啊，他可能会来把收买或者是寻求这个小国厄立垂亚的帮助，拉拢他，然后呢，在这个地方控制红海沿岸重要地缘政治地带的这个国家把它重塑双边关系到底想干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它是红海航道连接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大西洋，还有地中海和印度洋几个地方，包括你看到大西洋啊、地中海啊以及印度洋这几个地方，它是连在这里，所以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通道。那它这个国家非常小，面积大概12万平方公里，位于东非以及非洲之角最北部它这个等于是这个很重要的红海南段。拥有超过1000公里的红海海岸线所以据说川普现在要透过外交各种的手段，希望可以拉拢这个小国。那媒体是用神秘小国来形容。不过现在美国海军，我们刚刚上个阶段也提到了，是不是系统性崩坏了？根据公开资讯，美军15年来有15艘大型的军舰失火，平均1年有1艘，而近40天连续3起耶。因为打仗的关系，要连续3起。我们看到2026年3月12号，福特号的航母洗衣房失火；另外2026的4月14号是艾森豪航母保养失火；另外4月19号是朱瓦特号驱逐舰改装失火。所以这些这个记录啊，还有这些公开的讯息，都让人觉得说，美军可能有一些地方怪怪的。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川普传出来说，他在4月26号谈判大戏，我们刚刚讲，这个老师也提到了这是 Dayline， 他要为以色列建空中弹药补给站。这是来自于希伯来媒体的一个报道，说美国透过建立空中补给站，动员运输机，然后把这些物资呢快速的送到以色列强化这个地方的区域军事的一个存在。所以你可以看到超多的运输机往中东这个地方来。那以色列的国防部部长是这样讲，他说准备好恢复对伊朗的战争，等美国给我一个信号，开绿灯，我就可以打这个伊朗所以你看到这个世界还有和平的希望吗？川普已经说了以色列跟黎巴嫩，大家知道这个边界这个地方打得非常的惨他说停火延长3周，然后呢，川普很得意说我们美国有斡旋黎巴嫩跟以色列代表在华府进行第2次会谈，然后呢，这个停火延长3周。可是讲归讲，大家知道以色列他打的这个目标是真主党是真主党，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其实还在交火包括你看到这个画面，来导播让我们看以色列的无人机险遭击落，反手狙杀了3名真主党的成员这是来自于以色列国防军的画面他把这个无人机，他看起来差一点被击落，然后他就开始去攻击真主党的成员，那炸成了一个火球。不过让我们感到非常难过跟心酸的是这一幕，观众朋友，您看到这个交战的地方有很多记者牺牲了。我们过去说加萨走廊，现在来看看黎巴嫩的这个记者，这名女性的记者在这个最近在黎巴嫩被袭击，她遇害了。这是发生在22号，事发的时候，这名记者正在黎巴嫩南部的一个镇里面附近进行采访。你看到他还头戴这个钢盔，身穿防弹衣，可是没有用。他身后的车辆，他的采访车
被以色列的这个军人空袭，那他跟他的摄影师受伤了，他们就赶快躲到附近的民宅。可是呢，想不到以色列军队居然对这栋民宅再次发动攻击，这真的是很糟糕。他在对那个民宅发动攻击，他们跑进去，他就把他给攻击了。后来有人去救他们，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因为那个地方已经被飞弹给击中了。来，我们请教赖老师。美国怎么样去登船检查，或者是拦截，或者是扣押啊？所以跟伊朗有关的这个油轮或者货柜轮，那伊朗也就对于美国的盟国啊，它的相关的油轮或者货柜轮做同样的一个事情。美国说这个伊朗的油轮因为是违规，可是大家在问的问题是在于违哪一条规定啊？这个规定是谁设定的？谁授权给你美国来去做这个事情都没有，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没有任何一个法院，没有国际法院说我授权给你美国，你可以去做这个事都没有。所以美国自己说违规的时候，大家都在问的是违哪一条规定，然后你凭什么你来执法？你是算老几，你可以来执法，而你本身去攻打伊朗的时候才是最大的违规，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去攻打伊朗，你违反了一个国家的主权、完整、独立、不受侵犯的这个国际法，你连你自己的国内都不同意了，因为到目前为止，美国的国会没有批准美国的川普总统可以对伊朗发动这个攻击，所以您知道它的有效期限60天，5月1号就到了。那你看，你本身不合法，在国内不合法。你在国际上不合联合国的规定，不合安理会的规定，不合国际法的规定，你美国才是全世界最大的违规者。可是大家对你无可奈何，为什么？因为你大嘛，你强，你蛮横，你无理，你霸道，然后大家对你无可奈何，无可奈何，你就变成一个大流氓、大恶棍，全世界最大的黑帮的组织，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啊。那看得很清楚，问题就在于你今天你这样做的时候，那伊朗也违反了国际法了，那也就是他就把赫尔木兹海峡就封锁了。那我们都知道国际海峡不能封锁的，但是问题就在于你美国侵犯这个我伊朗，然后伊朗说你欧洲国家给我主持公道啊，然后在联合国里面要通过啊。所以当中国、俄国等在联合国里面提出安理会的一个提案的时候啊，我们看到美国还有欧洲的这些安理会的国家就把它否决了。那伊朗觉得这样不公平。我是被侵略的国家，我被攻击，然后你们欧洲人都不遵守国际法，你凭什么跟我讲国际法？所以当欧盟的这个外交专员说你伊朗要开放赫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那伊朗的外长就说你凭什么？你先告诉美国停止战争再说，你完全不谴责美国，不制裁美国，你也只要来对我，你就是欺善怕恶，只会欺负我们这个小国。这样子的情形下。我们看到这个国际法都已经荡然无存，被这一些西方国家糟蹋的真的是不太像话了。那这样一直走下去的话，那该怎么办？这个世界该怎么办？我们目前看起来，美国的情况是越来越糟了，可是以色列的情况是更加的恶劣。以色列杀媒体已经变成是罪行累累的前科犯了，他一直不停的在杀这个媒体，而这一位。黎巴嫩的这位记者是非常知名的记者，而且他的报道是以公正客观有名的，所以他很受媒体圈、国际的舆论圈、媒体圈的尊重。而当大家看到你一而再、再而三把他置他于死地的时候，连德国人都看不下去了。我们看到全世界都在谴责，欧洲的谴责声音很大。德国这个有原罪的这个国家，他都看不下去了。我都不晓得以色列你还要干到什么时候？而且这已经是第9名黎巴嫩的记者在这个战争中遇害了，应该是说今年第九位哦，这个数字是不可思议的高哎。对，那这样子，这个狙杀这些记者，可以把这些，因为记者把这些以色列对黎巴嫩地区的这种迫害、轰炸、屠杀啊，都分享出去，把这记者杀掉就没了。就没有人再去报道了，报道就变少了。以色列原则上也在新闻管控啊，他与其讲不如做，把这些记者杀掉就好了，所以变成这样。所以这个国际记者协会总会，我认为要出来为这些记者，因为记者他只拿的是摄影机、摄像头，手上没有手无寸铁，没有任何武器，
他就这样子被狙杀。而且我们可以看出来，他躲到房间里面还被追到了，就追杀他了。你看，换句话说，以色列掌握情报是很清楚，你并没有死，是躲到民宅里面去，把那民宅炸掉就好了。果然没错，就一锅端了。那我们现在看，美国想要对伊朗的这些布雷船呢，要实施击沉，因为他要去布雷，要封锁荷姆斯海峡跟波斯湾。那美国如果是击沉的话，我认为啊，这个战事就会爆发了，伊朗会报复，绝对报复。他的布雷船被击沉了，你说这个伊朗他会在那边坐视不理吗？不可能的事情嘛，他可能就会报复，对美国的军舰或美国的军港实施报复性的打击，这是绝对会的。那伊朗按照伊朗的以前的战略惯性，他在这方面的军事动作都是对等报复，这个已经是形成惯性了。所以如果是击沉了，我认为事态会扩大。那美国要不要去扫雷？我认为美国扫雷的风险高，因为扫雷一定旁边要有护卫舰，不然这个扫雷舰会被攻击啊。那护卫舰会不会被伊朗的地对舰的反舰飞弹所攻击？可能性很高，因为你在那边扫雷啊，没有经过伊朗允许在那边扫雷，会有这个都很容易擦枪走火，因为美国跟伊朗的互信完全是非常非常的脆弱，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双方面的冲突。那现在美军是要在这个苏丹的东南方有一个叫厄立垂亚，这个地方刚好跟这个也门的胡塞组织啊遏制了这个红海的南端入口。红海最窄的地方啊，也只有不到大概就只有大概30公里。那最窄的地方上面还有岛屿，这些岛屿再把它除掉的话，最窄的地方的水域只有3公里。换句话说，这个地方是战略咽喉，你就要进入红海都要通过这边，才能北上，要通过苏伊士运河，然后进入地中海。所以这个地方最窄。美国如果把厄立垂亚这个地方做一个战略掌控，我认为现在因为荷姆斯海峡被伊朗控制了，现在美国也在看世界上有哪些战略水道。那在东南亚，我们知道马六甲海峡，马六甲最窄的地方就有2.8公里，我们算3公里好了。那这样呢，控制住马六甲海峡就被抓住了，要收钱还是说直接封锁封闭都有可能啊。那红海的我们讲的就是厄立垂亚，厄立垂亚很穷，那国民所得1年不到1000块美金，可能美国拿钱去砸，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对，是来东哥。对啊，你看战争打到这个时候，大家都在找最好的战略位置那所以大家都认识了一个国家叫厄立垂亚。我们前2天也都认识一个国家叫那个塞西尔就不给我们过境啊，还有这个国家非洲54个国家，很多我们没有听过，可是这些国家都是小之又小，可是突然就重要了。今天毛里西斯出来讲，台湾跟我们申请飞机要过境，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答应他，怎么说我们前一天才反悔你看我们的政府在说谎，被人家打脸了。好，那这个是题外话我跟各位朋友讲，其实你现在看当然双方大家其实都在拖延，但是美国跟以色列，因为他有一个后援的那个补给不上，所以他们就借口就很多谈判比如说以色列跟黎巴嫩在延长3周，哇，川普今天很得意让自己，因为他现在很吹嘘所以已经阻止了10场战争诺贝尔和平奖应该给他他发动一场跟伊朗的战争，他这个100年他也不可能得和平奖，对不对？死那么多人，那大家看这种情况就是都在拖延。以色列跟黎巴嫩在打是在打什么？他们没有在打，他主要是黎巴嫩南方被真主党所主导、所占领。那真主党在黎巴嫩里面，他自己有国会议员，所以他们在南方是实力很强大。那他跟以色列是死对头，所以这2个国家谈没有用因为不是真正跟你打的那一方的人。那当然了，这一些都是有一些掩饰的作用。但是我们看美国现在当然，因为他现在已经尾大不掉了最主要尾大，如果要从头来的话，川普肯定会不想再打。因为让他很多事情就现在变成碍手碍脚，然后就是很多话都讲不出来，所以你碰到这种情况的话，原来你到一个很远方的地方，你会有这样的后勤的补给会差这么多。那我觉得说让美国现在很多人都在思考这个下来怎么样？比如说今天有一篇报道就出来说，那美国现在连武力自己都供应不上了今天如果中国大陆现在来进犯台湾的话，美国根本毫无招架之力，
完全没办法。这今天《华盛顿日报》就报道了一个这样的情况，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的窘境啊。我们过去以为说他武器怎么打都打不完，可是他的武器其实不是大家想象中那么的丰沛。那反而伊朗因为伊朗现在已经知道了，原来对我最有利的是无人机。那他们无人机在地下的碉堡里面拼命的制造，拼命。现在到底还有多少数量，没有人搞得清楚。然后随时就出动，那又有俄国帮他协助现在完全靠低空的在袭击，你雷达又侦测不到，所以这个战争变成越拖越严，可能他将来打的时间不会比俄乌战争还短是我们看到呢，现在包括在伊朗这边他们当地在干旱7年之后，突然下起了大雨。下大雨本来是件好事，可是呢，当地人怀疑一件事情，有没有可能这是美国的气象武器在发威？您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经历了7年干旱的伊朗迎来了豪大雨，而且丰沛的水汽呢，横跨了伊拉克、土耳其各国，水源地啊、水库啊，这些水位都高涨了。那伊朗的伊玛目达这个圣林还下起了一个冰雹所以你看到这个画面，当然经过这个传播之后呢，很多的这个民众说，哇，怎么这么奇怪呢？是不是有可能这个有人对这个地区使用的天气武器？天气武器这件事情，其实这个半世纪以来过去50-60年都有人在讨论，尤其是美国CIA 1965年的一项报告它里头呢有公开呼吁大幅增加对气象改造计划的资金，然后报告里头说应该要使用火箭跟飞机向大气层释放一些物质，然后用人为的方式来干扰或者改变降水的模式。那第二份大家来看一下，这是詹森总统亲笔赞扬这项秘密行动的信件，他说这个非常的好。那1967年美国全面启动东南亚军事行动的那一年，资金会翻倍。那詹森也说呢，谁控制了天气，谁就控制了世界。所以这是有一个有所本的曾经有过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可是现在到底还有没有在进行呢？我们并不知道。不过我们来看看呢，这个计划后来变成大力水手计划，美国军机执行了超过2600次任务，他们真的去释放一些化学物质，然后延长当时在打越战嘛，在胡志明小径沿线的季风让它降雨这个降雨量增加30%，甚至到45%，那让这个地方道路非常的泥泞，然后山崩啊，各种各样的这个走山的一个画面就出来了。那可以一些物资的运输啊也被阻断了，所以呢，敌军的行动也因此有一个崩溃的一个状况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包括尽管有这样子的说法，说有可能美国它启动了气象战，可是我们现在并没有证据。可是回到现实，我们来看看呢，这是伊朗的反对派，他说过去4天，他们发现有6架中国大陆的货机在伊朗降落。他们说呢，他们发现这些货机呢，来这个把他们的应答器因为在空中会有一些应答器，他把它关起来了，所以你不知道它的国籍，不知道它的这个飞机的来历。那根据他们的说法说他们再来了非常多的防空设备跟反舰导弹。这是来自于这个当地的一项报道。不过呢，此刻在北京，在中国大陆，我们看到呢有一项叫做北京论坛在召开。那它的这些来参加的国家跟国际组织呢，是来自于140多个国家。那这是一个全球南方国家的一个论坛，今年是第3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包括联合早报来自于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它的一个说法说，不同于川普，中国现在把自己塑造成多边主义的捍卫者，同时带头努力扩大发展中国这个所谓国家的全球话语权所以你看到美国它某种程度是被一个战争给拖住，那中国大陆就是一个双边、多边各种的一个所谓多边主义的捍卫者。那杜鲁道，我们看到他是加拿大的前总理，他就讲了，美欧的经济胁迫曾经几乎把加拿大推向中国的怀抱。
包括他这是有感而发啦哦。他说这个像一些这些样的做法，尤其是现在川普总统的关税胁迫啊，让加拿大的汽车业不得不考虑跟中国合作，所以你是把他们推向中国的怀抱哦。那因为美国产业也不愿意跟我们合作，而另外我们看到呢。卢特尼克过去不是讲了很多次吗？所谓的川普金卡，雷声大雨点小啊。过去讲这么大，讲得这么厉害，可是到现在只有一个人获得批准。而另外呢，全球都在关注的就是下个月中可能会登场的川习会。我们看到川习会前，美国有一支跨党派的国会代表团在下个礼拜会到中国大陆访问。那他的这个领导者，他的 leader 是这一支代表团的领导者呢，被视为这个他叫做戴恩斯，被视为川普的中国信差，有可能是为了川习会先去中国大陆试水温。而另外呢，格里尔他在最近呢，他也喊话，他说希望中国大陆除了大豆之外，全面的来采购这个美国的一些农产品，这是川普访陆行程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另外比较有趣的或者比较温馨的这一面是在川习会前，猫熊外交启动了，中国大陆再借了2只大猫熊到美国10年。我们看到包括平平跟双福这2只大熊猫要到美国去，这个出借的时间是10年。来请教老师。我相信我们人类可以部分的影响或者改变一些气候但是要形成一个这么大规模的灾难或者是这么大规模的降雨量，可能不是很容易。如果是美国真的有这么神奇的力量的话，先把它现在的干旱的问题解决。因为美国现在的干旱的问题很严重，现在是春耕时代春耕时期，现在美国的农民苦不堪言3大祸害。第一大祸害就是因为川普的关税，使那个中国大陆也对等的关税，使美国的农民拿不到订单。而且我们都知道，农产品的订单是期货订单你要很早以前例如说我今年要不要耕种，你去年的时候你就必须要下订单了。我有拿到你的订单，我今年才敢播种不然我播种下去的话，我卖不出去，我血本无归，我怎么办？我破产了，我的土地都被拍卖了。所以美国的农民现在第一大困境就是拿不到中国的订单，这是他的第一大困境，所以他不知道该不该播种，该播种多少。第二大困境就是川普的关税还是关税，他把所有的农具都变得很贵了，那些农民苦不堪言。现在第3大的困境就是你又给我来一个这个伊朗的战争，所以使这个海湾国家的氮肥都出不来，而美国的农民过去是很稳定的，可以从海湾国家拿到所有的氮肥，现在是完全没有。所以农民没有氮肥，那播种下去的这一些种子该怎么施肥？所以他们有这么大的3大困境的时候，又来一个天然的灾害旱灾。那如果美国你的这个气象这么神奇的话，救救你们自己的农民吧，不是跑到伊朗去洒水，是先把农民的需要的水先把它洒一洒。我的意思就是没有那么神奇，没有那么厉害，所以美国的农民现在还陷入干旱的情况。而且不要忘了，我们前段时间也在这节目讲，就是美国来了一个大水，大的不得了，一下子淹很大，好多的小孩子都被淹，都罹难了，对不对？那难道也是美国人干的吗？气候异常嘛，气候变迁，气候变迁嘛。但是川普就是不认为有气候异常，所以来一个大雨，来一个干旱，来一个什么，我想也不用太穿凿附会，把它膨胀到说美国有那么的神奇。是。杜鲁道自己本身把加拿大搞砸了，他完全依赖美国，倒向美国的时候，所以使他自己的民调支持度低成这个样子，被美国修理得很惨。现在卡尼做对了一件事，然后他又站出来讲话了。坦白说，他真的是一个很失败的一个政客，是怎么说话怎么错。好，我们进一下广告。我们请教这个将军怎么看，像包括有气象武器，以及我们看到美国现在其实跟西方盟友之间也有一些不对盘的地方。我认为这个气象战就类似天气战，我认为小区域可以，
你这个大范围啊，那跨国性的，我认为那可能性就不高了，因为小区域你这个人造雨，我们都听过人造雨、人工增雨，用碘化银，还有去撒那个在空中抛洒，还有在空中洒那个水，让它那个这个空气里面凝结核一凝结完毕之后呢，开始降雨，因为已经那个量够了，重量已经撑不住了，它就要开始要降雨了，降水，那个是小区域的，尤其是在这个梅雨季节过后，台湾会缺水，缺水的话。就会派C13栋的飞机啊，到水库上面，因为你撒在其他地方都流掉了，是你要撒到水库区，刚好就给它降水在，希望在水库区的上方做拦截，是，那拦截就降在水库，啊，那水库就有水，然后就不会把它扩散到其他地方。再想想看，水库区域那个集水区大概多少？这几百上千平方公里而已啊。那你刚才讲到的这个中东地区范围那么大，还包括了伊拉克，包括还横跨到伊朗，太大，土耳其这大范围的，这可能是天气，因为这是大气的扰动的状况，大气环流随着季节，所以我们台湾为什么会有梅雨？因为整个的长江这个中下游下面呢，它整个的云团向南部移动了，通过台湾上面，梅雨来了，就是这整个大范，这跟季节也有关系，然后跟纬度也有关系。那这样一搭配起来，刚好就是整个撮合在一起，然后怎么这雨量那么大？是这样。那如果是真的有战争的话，把它引到战争，那以后制造台风嘛，就是台风一过去，那10亿公吨的水啊，对，那整个你下去这是不得了的，那把台风带着跑嘛。所以这个气象站，我认为在研究阶段，而且是小范围的，大范围的可能性，我认为并不高，可能还没有成熟到还没有那个阶段，对，还在做研究阶段，可以拿来作为武器。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猫熊外交又启动了，请教董哥。对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日本跟中国大陆建交是1972，那时候马上就送了那只熊猫叫香香，哇，整个风靡啊，所以带来的经济利益非常可观，日本人都喜欢的不得了。那此后一直有，到今年的1月没有了，对，因为高市早苗，所以最后2只就送回中国大陆。它这熊猫是借你展的啊，你要必须依照它的规定。好，规定以后，然后时间到了以后再继续延，或者他也会送新的小熊猫来，让它长大，你也可以繁殖它来协助你。这就是一个保育的一个过程啦。那今天他继续送美国，表示他愿意跟美国和好，然后有一些好的关系。日本就没了，50年了就突然停了。那我们台湾那时候来的这个大家提啊是连战主席和平之礼，因为那时候在讲的时候我也在场嘛，就说要，可是阿扁那时候当总统就不肯，那马上就3年后马上就当了，就马上2028年嘛，那马上就进来了，进来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很气啊，怎么可以送我们这边台北东园呢？就去踹那个熊猫的车子，那车子要送过去，你看，我觉得那熊猫已经觉得莫名其妙，你知道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有时候在台湾我们看这些情况